自无人机时代降临，美国的无人机计划就一直处于持续扩张的状态，致力开发半自主、低成本的无人机，从而充当有人战机、额外的弹药库、监测、干扰站乃至承担护卫，利用自杀性攻击保护主战机安全。就在2月28日，通源电子公司宣布，继 XQ-58A 之后，美军第二代自主协作平台 XQ-67A 无人机成功在加州帕姆代尔首飞。其对美军无人机研制和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产生了哪些影响？传统如 MQ-9 的无人机还有生存余地吗？2021年，通用原子公司在拿到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合约后，便开始对 XQ-67A 的研制。在最初期设计阶段，便导入 AFIL 提出的低成本可消耗性飞行器平台共享计划概念。因为 AFIL 指出，第一代自主协作平台 XQ-58A 无法同时满足 LCAAPS 计划提出的机外传感站和机外武器站任务概念。这俩一个注重长续航，一个注重高速机动，射程更好。因此，最新的第二代 XQ-67A 便以共用核心为基础，进一步采用模块化与开放式架构设计，进而推出多种衍生版本原型机参与测试，验证大量快速生产低成本作战无人机的可行性。而 XQ-67A 成功首飞，验证了共用核心概念是可行的，其核心是通用载台。通用载台的应用不仅可以通过搭配不同的外形气动力设计和系统套件来构建多款不同的飞机变体，进而强化美军有人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还能通过搭配标准部件和子系统来实现飞机的快速设计和生产，发扬后勤共同优势，进而节约生产成本和时间。对此 LCAAPS 和 OBSS 项目经理特伦顿·怀特表示了肯定。他称 XQ-67 是美国第一个基于通用平台理念设计和制造的型号，验证了开放式硬件和软件飞机系统概念，这将实现美军战机的低成本和快速响应。从发布的资料图片上看， XQ-67A 机身带有通用原子和 AFIL 标记，拥有3点式布局的起落架，整个飞机被设计为一种隐形构型，采用背腹式进气、小后六角主翼与微型尾翼组合的启动布局，看起来倒是与 MQ-9、MQ-25 以及 XQ-58A 有一定相似度。而且随着首飞结束，更多细节也相继流露了出来。从战区报道的现有资料来看， XQ-67A 预计将会侧重于空对空作战和红外侦察与跟踪任务，以实现有人机与无人机配合的制空作战，属于机外传感站无人机。在 XQ-67A 出现之前，为实现美空军对未来分布式空中雷达监视体系的期望，通用原子公司一直在用 MQ-9 无人机搭配吊舱式 IRST 传感器，在复杂的模拟训练实战中尝试构建空中监视预警体系。结果现在还是当了 XQ-67A 的探路者。之所以选择 IRST 传感器，一是因为 IRST 可以不受射频干扰的影响，能发现雷达可能无法看到的隐身目标，这在如今隐身飞行器激增的今天尤为重要。二是 IRST 可被动扫描威胁，而不会发射任何电磁辐射，极大降低了被发现的风险。若是让多架 XQ-67A 无人机搭载吊舱式 IRST 传感器联网飞行，便可对潜在威胁目标进行三角测量，并将位置信息传递给战机、防空系统等打击单位进行打击。当然 XQ-67A 无人机也可以搭配其他传感器，如模块化雷达和电子监视措施套件，这样能使无人机群联网合作，将其当作分布式传感器或电子战节点和通信中继使用，并能与有人战机协同作战，甚至进行自杀式攻击。值得注意的是，通用原子公司虽然没有把 Gambit 和 OBSS 联系起来，但它俩都是利用共同核心，而且通用原子公司还曾将 OBSS 无人机渲染图称为 Gambit 2。要说没点关系，火力军是不信的。Gambit 的概念，通用原子公司最早于2022年首次推出，是一款自主协作平台。ACP 计划第一阶段的 Skyborg 项目是将自主控制系统集成到低成本的可消耗无人机上，如克雷托斯公司的 XQ-58A 女武神无人机，
目标是演示验证自主控制系统与多个低成本无人机平台集成的可能性。ACP 计划第二阶段的 OBSS 项目则更进一步，将 Skyborg 自主控制系统整合到一个更高级的无人机平台上，其有效载荷包括一个可执行作战任务的传感器套件，验证了通用载台的可能性。Gambit 系列无人机按照通用原子公司的说法，每个型号都恰如其名，都将设计有一个中央物理核心结构，飞机的其余部分将连接到该结构之上。这套通用硬件被称为 Gambit Core， 由起落架、基线航空电子设备、底盘和其他基本功能组成。而且 Gambit 系列无人机据说是与克雷托斯公司的 Demigorgon 无人机共同竞标了 OBSS 项目，加上通用原子公司将 Gambit 1描述为专注长航时传感，能执行有人无同协同作战或远距离巡逻等任务，但其不会携带武器，只充当监视、瞄准、通信中继的节点。这简直和 OBSS 一样，所以火力军就感觉 Gambit 1其实就是 XQ-67A 无人机。不得不说 Gambit 或者说 OBSS 这种共用核心的无人机绝对是未来美空军获得空中优势的关键。那它会实现美军 CCA 项目吗？而且如今 OBSS 已有 XQ-67A 成果，那与其同时提出的 OBWS 进展如何呢？首先，我们要清楚 CCA 项目影响着美军下一代战术飞机的作战效能，其可充当长航时态势感知平台、察打一体平台、空巡训练平台以及隐身穿透侦察平台。2023年3月，美空军部长肯德尔直接表示，美空军未来将打造由200架 NGAD 战机、300架 F-35A 以及至少1000架 CCA 无人机组成的机队，以此取代美空军现役战术飞机，即每一架 F-35或 NGAD 战机将搭配2架 CCA 无人机。但近年来，美军武器高成本早已引起了美高层不满。虽然在美空军极力反对下，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最终取消了对不同级别的 CCA 项目施加300到2500万美元不等的成本限制的立法条款，但是火力军从战区了解到的信息显示，美国会议员依旧要求美海空军要向其解释如何在未来降低 CCA 的成本。根据议员们的要求，空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需要在2024年5月1日之前向国会国防委员会提供一份关于 CCA 的单独报告，其内容将包括对于 CCA 项目可负担成本的定义是什么，以及如何确认这类无人飞机适用于未来对抗中的消耗性任务等问题。而 OBSS 项目的共用核心的做法，既能满足 CCA 无人机在未来空战中的多种作战需求，又能通过后勤共通优势降低维护和生产成本，从而实现 F-35、NGAD 的战机编队。至于 OBWS 项目，据 AFIL 发布表明显示， OBSS 和 OBWS 的一些工作是同步完成的。不过出于保密，目前尚不清楚 OBWS 是否已如 OBSS 一样进入了试飞阶段，或签订开发实际 OBWS 飞行器的合同，但能肯定 OBWS 研发的意义会和 OBSS 同等重要。OBSS 无人机实现了美军空中分布式监视体系， OBWS 估计会进一步促进分布式作战、蜂群作战的实施，让美军在无人机模块化同有人机的协同上更进一步。后续若有新消息，火力军也会持续关注。同时，这样引出了一个新问题，既然有了 XQ-67A 这样的新式无人机，那传统如 MQ-9 的无人机还有生存余地和价值吗？火力军的答案是有价值。虽然 Skyborg 项目是美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里最出名的项目，也有了 XQ-67A 这样的新式无人机，但诸如 MQ-9 这样传统能在低威胁区域作战的无人机仍然有一席之地。首先是数量，美空军目前装备多达到280余架 MQ-9 无人机，且年龄要比美空军现役战机年轻得多。直接将其淘汰退役，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会使美空军的战力直线下滑。其次 MQ-9 无人机虽然只能在低威胁环境下作战，但现代战争即便是俄乌战争也并非全是高威胁环境， MQ-9 依然能参与到多种任务作战中。最后就是 MQ-9 应该是美军现役数量最多且唯一能提供高空长时间 ISR 和必要时进行打击的无人机平台。就如对也门胡塞的打击中，美军恨不得 MQ-9 的数量再多一些，
更不用说让该机退役了。MQ9 巡航速度280到310公里每小时，最大速度480公里每小时，几乎是 MQ1 的3倍，有效载荷更是达到15倍，约1700公斤，可挂载地狱火导弹和500磅级的激光制导炸弹。该机执行 ISR 任务时的续航时间为30小时，满挂载时的续航时间则下降至23小时。其作战半径达到1850公里，作战高度通常为15000米。这使其能有效地监控同一块作战区域，并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如在执行任务中 ，MQ9 无人机将由数百公里外的2名人员遥控驾驶，不分昼夜，在几千米高空对地面人员和车辆进行精确识别，并将攻击的图像传递给世界任何地方的指挥官。每架无人机可携带4枚地狱火导弹，进行全天候精确打击，直至摧毁任务目标，是美军实施智能遥控远程精确打击战术的利器。同时，除美空军外 ，MQ9 还被多个不同的单位采用，如 NASA 将 MQ9 用于科学研究用途，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则采购了多架 MQ9 用于边境巡逻，中央情报局也有采购 MQ9 执行监察跟监控任务等。当然，有美国高层觉得，如今的作战思想已经发生转变，这种只能在低威胁下生存的无人机应该被淘汰，将其升级的资金转移到更重要的地方，如高超音速导弹、CCA、OBSS 等项目上。对此，美空军也考虑过以一种隐身无人机替代 MQ9， 以便在高威胁环境中作战。其曾发布过一份信息征询书，寻求业界对该无人机的见解。其想法似乎是将 MQ9 的功能吸收到包括 MQ Next 在内的更广泛的概念中，但 RFI 远未达到具体项目的阶段，而且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资金支持，其前景仍不清楚，所以短期内传统如 MQ9 这样的无人机仍无法被替代。让其捣鼓着想让 MQ9 退役，火力军认为美空军应该加大对 MQ9 的投资，让其升级，通过适度的改装，具备在高威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多任务作战的组合能力，如通过改进及加装不同的设备，使其可执行通信中继、广域监控、导弹预警等任务。总的来说，美国在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上，既有 MQ9 这样的传统无人机兜底，又有如 MQ-67A 这样的新式无人机创新。在未来空战中，美空军战机或许将由无人系统主导，高效且低廉。好了，关于美军新式共用核心的 MQ-67A 无人机，以及美军在有人无人机领域项目，大家还知道哪些？是什么想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